这是目前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互换迁徙，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涉及了数千万人。回教徒们全面往西跑，而印度教徒全面则往东跑。诡异的是，他们在逃跑的前一天都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一切就像游戏一般。英国人就在本土用一张破旧的地图、一支笔，在上面随手一挥，就决定了几千公里外的印度和巴勒斯坦的版图划分，造成了几千万人逃难，无数家庭破碎。Pakistan told that the unholy communal bloodshed was in no way abating. The civil war has so far brought death to more than 50,000 people. In the trail of murder and arson come the refugees. Their suffering is the new tragedy of India. Already 1.5 million have been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dominions. Another 2 million are preparing for their trek. Many will never reach their new land. To them may come starvation and death. 你如果今天是一个穆斯林，当你被英国人划分到印度境内，你会担心遭到迫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印度教徒，你被划分到巴基斯坦境内，同样的你会感到害怕被迫害。所以这就造成人类历史上短时间内数千万人逃亡。双向移动，印巴甚至到独立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自己的疆域到哪里，不知道自己目前身处在自己的国内还是在对方的国家。这个惨痛的历史，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回顾一下吧。本期是印巴分治的第2集，如果你第1集还没看的话，等下可以来边那找。英国早期提议的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制印度，被穆斯林和印度势力拒绝后，成立2个国家的方案势在必行。英国人也不想陷入这个泥潭里，因为2战后英国的实力已经遭到重创，而美国还处处在英国身后殖民地放火，鼓动他们独立。1947年6月4日，末代印度总督蒙巴顿发表声明，将在1947年8月15日将英属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2个国家方式，来实现印度的独立，也包括对印度政府部门资产、印度高等文官、印度军官、印度铁路、中央财政等进行分割。巴基斯坦就交给穆斯林去管理，印度则交给印度教徒来管理，同时还维持少量的土邦王国，而这些土邦王国呢，可以自行决定要加入巴基斯坦还是印度。其中最著名的土邦王国就是克什米尔，这个应该大家不陌生，他们都是因为这个地方而时常打架的。有分印控克什米尔和巴控克什米尔。这个地区的形势有点复杂，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内容就不介绍，我们将在下一期进行详细介绍，所以记得一定要关注我。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英属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何要分家，建立2个不同的国家呢？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呢？如果你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关于国家版图划分方面，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都要求必须有一个与印度毫无关系，并且对英属印度完全不了解的英国人进行。注意，是完全不了解，以保证划界人不带有倾向性，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划分。最终的划界工作由一位伦敦的律师雷德克里夫在总督府闭门近2个月，在几乎没有任何的额外资料下，在一张不太准确的地图上完成。期间也不与任何印度和巴基斯坦人交流，因此这条分界线被称为雷德克里夫线。这条分界线直到独立的当天才公布，事先双方的领导和人民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的疆域到哪里。1947年8月17日，结果出炉后，巴基斯坦被分为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人口覆盖约7000万人，印度则拿了其余的部分，人口达2.25亿人，同时保留王宫土白562个，占印度面积2/5，人口当时比巴基斯坦还要多，达8.1千万人。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的地位，但他们可以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自行决定。新边界一经公布后，约有1500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锡克族从新划定的边界一侧的家园逃往另一侧，寻求他们自认为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是穆斯林，而你被英国人划分到你去印度的境内，那你现在会想逃跑，挨得跑去东巴基斯坦或者是西巴基斯坦，看你比较靠近哪一侧。因为种族清洗、纵火、骚乱、抢劫、破坏的新暴力事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爆发，人们开始迁徙，村民们开始变卖物品，带着牲畜、猫狗、衣服迁徙。一些和平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会相互拥抱、握手道别，也知道这将是永别人，祝福彼此。有些人得以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从一个国家前往另外一个国家，但大多数都是被迫徒步逃亡，加入了绵延数英里的难民团队。在那场悲惨无辜逃亡者过程中，有多达200多万人在社区屠杀中丧生，有数千名妇女遭到绑架和强奸。मेरा नाम जरीना परवीन है। मैं रियासत पटियाला में पैदा हुई 1935 में। जब तक पार्टीशन नहीं बना था तब तक जिंदगी अच्छी गुजर रही थी। अब उसके बाद तो फिर मुसीबतें ही मुसीबतें आई हैं। हमारे रिश्तेदार भी इधर उधर से सारे एक जगह इकट्ठे हो गए थे कि चलो एक ही जगह रहेंगे। उसके बाद खिड़की के नॉक हुई तो
देखा कि सिख ही सिख सारे नंगी तलवारें लेके खड़े हैं सारे बाहर। अब सारे डर के मारे सहम गए। मेरी वालदा को, मेरी माँ को मेरे सामने तलवार मार के गर्दन के पैदा की। फिर मेरे भाई को, मेरे ब्रदर को, उसको भी ऐसे काट के फेंका। अभी भी मैं याद करती हूँ, मेरी रूह कांप जाती है। तो फिर उन्होंने क्या मिट्टी का तेल डाल के सारा मकान जला दिया। सब लाशों के नीचे मैं बैठी थी। उसके बाद फिर सिख फौज आई, उन्होंने आके लाशें जो उठाई तो नीचे से फिर मुझे उठाया। बहुत बुरी हालत से गुजारा किया। बस ये है कि उस वक़्त अपने घर वाले बहुत याद आते थे।由于新国家的边界直到8月17日，也就是英国结束统治的2天后才公布。这为新边界的周围地区社区暴力升级埋下了伏笔。尤其是那些边境村庄，如果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人数大致相等，那么其中一个社区就会驱逐或杀害另一个社区的成员，从而形成事实的多数派，以此声称该村庄理应属于印度或巴基斯坦的。比如说，这方圆10公里，现在剩下的80% 都是印度教徒，所以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印度社区。所以这个地方理应归属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1951年巴基斯坦人口普查显示，巴基斯坦流离失所者人多达722万人，据推测，这些可能是所有从印度进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1951年印度人口普查也显示，流离失所者达729万人，显然这是分治后从巴基斯坦移居印度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但这几千万人的迁徙不是一帆风顺，多数是在死里逃生的那种。高龄90岁的奶奶维玛重返童年住宅，这一路她走了75年。मुझे यहाँ इतनी मुद्दत के बाद अपने घर आके बहुत ही अच्छा लग रहा है। मेरा बहुत पुराना जो ख्वाब था。维玛14岁那年遇上印巴分治，跟家人一起逃到西印度的她还算幸运了。隔着荧幕，兄弟俩一个在印度，一个在巴基斯坦，因为分治错过母亲与手足的葬礼，类似家庭有千万个。这一分引出史上最大规模迁徙，大约1500万人举家搬迁。途中流血暴力频传，即使平安抵达目的地，难民营也难以生存。前后共超过100万人丧生。和平之歌何时到来，是两边人民最迫切的渴望。और उसके बाद एक जैसा कल्चर है, एक जैसी चीजें हैं सब, और सब मिलना चाहते, सब प्यार से मिलना चाहते। 所以除了英国的分而治之残酷异常外，印巴分治还使巴基斯坦和印度长期处于战争对抗状态，导致两国时常发生大规模冲突，死伤无数。所以你认同英国这种分治法案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这期的节目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本期是印巴分治的第2集，下一期我们将介绍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想知道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们哦。如果你想知道印度为何每15分钟就会发生一种强奸案，可以点击上面链接去看，或者下来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频道。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拜拜。